大家好，今天要带大家到中美洲的一个国家——巴拿马，一个不仅以蕴含著名，更是全球加密货币热潮中的后起之秀。你有想过吗？一个在过去100年里以美元作为主要货币的国家，现在竟然正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革命。而这次的主角就是我们熟悉的比特币、以太币和各种加密资产。巴拿马的加密货币立法到底是怎么演变的？为什么它能吸引全球加密爱好者的目光，甚至让大家争相讨论去巴拿马投资是不是比萨尔瓦多更香？今天这支影片，让我们一起揭开巴拿马加密政策的全貌。巴拿马的金融地位可以说是因为巴拿马运河的建设而奠定的。19世纪末，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航运通道带来了大量的贸易往来，让巴拿马成为国际金融的枢纽之一。20世纪，巴拿马又凭借其离岸金融中心的政策，吸引了大量国际资金，成为世界银行界的避税天堂。但随着全球经济数位化，传统金融优势已经无法完全满足时代需求。2010年后，加密货币的崛起开始挑战既有的金融体系。巴拿马政府起初保持观望，但萨尔瓦多在2021年大胆将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，让邻近国家也纷纷思考是否该抓住这波加密热潮。于是2021年8月，巴拿马第一次提出了旨在监管比特币和 NFT 的法案草案。故事要从2021年8月27日说起。巴拿马提出首个加密货币草案，核心是鼓励外国投资者参与巴拿马的加密挖矿行业，并规定公司必须雇佣当地劳工，使用至少50%的可再生能源。这不仅是吸引投资，也为当地经济带来了就业和环保意识的提升。当天，巴拿马国会提出的这项前所未有的法案，目的是为了吸引外国投资，尤其是在加密货币挖矿和交易领域。这份提案包含许多吸引力十足的政策，比如外资公司如果在巴拿马设立挖矿设备，只要聘用本地人就能获得税收优惠。除此之外，法案还提出了使用加密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可能性，开始评估如何将数位资产应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。对于这个传统上以美元为基础的国家来说，这样的举措是一场大胆的尝试。到了2022年4月，巴拿马终于完成了一个历史性里程碑，国会通过了一项规范加密货币的法案。这项法案允许公司部门和民间全面使用加密货币，甚至开启了用比特币缴税的大门。说到加密货币，我们不得不提巴拿马的邻居萨尔瓦多，这是全球第一个将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的国家。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，非洲的中非共和国同样也采取了类似措施。然而，巴拿马的做法更加灵活，政府并未将比特币视为法定货币，而是允许加密资产成为一种交换媒介。这种自由度更高的方式既尊重了国内的美元经济基础，又为未来的经济转型预留了空间。这个法案和萨尔瓦多最大的不同是，并未将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，而是把加密资产视为支付工具。这样的设计更灵活，避免了强迫性使用的争议。巴拿马的法案涵盖的范围更广，它包括加密资产交易与使用、数位证券的发行、新型支付系统的设计、贵金属的代币化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巴拿马的新法案还将加密货币交易的利润免于征收资本利得税。根据巴拿马的税制，境外收入原本就不需要纳税，而这项法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优势，吸引了大量境外投资者。这部法案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，让全球加密社群纷纷关注？我们来看看它的3大亮点。1、免资本利得税，促进交易活跃。根据巴拿马的税制，加密资产交易被视为境外收入，不课征资本利得税，这对投资者来说无疑是个重大利好，尤其是对于那些高频交易者来说，省下的税款可以直接用于再投资。2、开放多样化加密应用场景。巴拿马允许公司部门使用加密货币作为支付手段，不仅能用来购物，甚至可以缴纳税款。这样的应用范围比许多国家要广泛得多，让加密货币真正融入到民众日常生活中。3、吸引外资，加速科技创新。法案鼓励境外加密公司在巴拿马设立办事处，提供合法的经营环境。更重要的是，对加密挖矿的支持政策，如税收优惠和绿能要求，也为巴拿马打开了另一个可能的经济增长点。加密货币的另一个重大作用是帮助那些无法获得金融服务的人群。根据数据，虽然巴拿马的网络普及率相当高，但仅有25%的人拥有银行账户。这意味着透过加密货币，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数位钱包，自由地进行交易。加密货币的兴起为巴拿马经济带来了以下几个显著的优势：跨境交易不受地理限制，高效且快速的高额交易，减少金融机构的手续费。当然，新政策也不是完全没有争议。以下是几个常见的批评点：有人担心加密货币的匿名性可能被犯罪组织利用，巴拿马会不会因此变成非法资金的集散地？另外，加密货币价格波动大，巴拿马民众是否真的准备好在日常交易中使用这种工具？虽然巴拿马的网络普及率很高，但许多地区的数位教育仍然不足，民众能否有效利用这些新科技仍是一个问号。这些问题都需要巴拿马政府在未来的法规中进一步解决。随着加密货币在支付、投资以及金融包容性方面的应用逐步扩
扩展。这个小国正在改写自己的经济版图。巴拿马的加密政策为全球带来了什么启示？我们来看看萨尔瓦多与巴拿马的比较。萨尔瓦多的比特币法案虽然吸引眼球，但因强制性规定引发不少民众抗议。相比之下，巴拿马的立法显得更为灵活，让民众和企业自行选择是否使用加密资产。巴拿马的政策一方面延续了其避税天堂的优势，另一方面又将目光投向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。这种双重定位是否能为其他小型经济体提供参考？通过合法化政策，巴拿马为区块链技术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试验场。未来巴拿马或许会成为全球区块链技术应用样板。巴拿马的加密政策无疑是该国经济转型的重要一步，不仅给投资者和当地居民带来了新的机遇，也让巴拿马在全球金融科技地图上占据了一席之地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有一天巴拿马成为全球的加密之都，你会选择去这里开启你的加密梦想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并别忘了按赞订阅，还有分享给对加密货币感兴趣的朋友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哦。